这是我第2次造访北海道这座美丽的小镇美瑛。说到这边，不得不提一位日本著名的摄影师前田真三，在他的镜头下，完美的捕捉了美瑛这块丘陵地在不同季节下其独有的美。而他的摄影作品也深深影响着人们对于极简的认知，也勾勒出了我对于田园美好的无限遐想。但因为这次停留的时间很短，我其实没有预留太多拍照的时间。然而，就在我试着说服自己下次再来时，偶然发现民宿的书架上有着一本美瑛的摄影集。就在那个当下，心中原本就已经压抑不住的渴望，又瞬间被重新点燃。最后，我还是整理了相机，并设定了闹钟，第2天早上3点半就起来，也就诞生了这部影片。原本我是想要拍摄十胜连峰的方向的日出，但当下的薄暮和云海更吸引着我，所以我后来又赶紧回车上拿空拍机来记录这一切。难理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这个构图，因为来到这边，我觉得200NY的这个构图是最适合、最极简的。回来拍一张好了。我是迪卡侬的1000块脚架，我也是为难它了，扭来扭去的，轻轻碰一下它就一直晃，一直晃，一直晃。但我的脚架送修没办法，就这样。这已经是我最好的选择了，不然我手持的话更惨。这棵是圣诞树，现在早上
5点多6点而已，所以根本没有人。好棒哦！我要找一个比较平衡的点，这边看起来已经很不错了。我觉得这边可能就很平衡了。我刚是直接手持拍摄，但是我拍了非常多张，然后我把防手震打开 ，ISO 200，我觉得不行，还是一定要把脚架加上去。哪怕是最微小的震动，即使我现在是50nm，一般说快门速度它的2倍，可能1/100秒就可以。可是我觉得还是一样，如果手持开防手震，我觉得还是一样，些微的抖动让的画面没有这么完美。所以我现在在脚架上，我可以把 ISO 开到100了。那我想要曝光高一点点。F8，所以我现在1/80这样子。好，遥控快门会比手持好很多。你看一早都没有其他人，这是正常该有的景色。还有农车过来。我现在看这个树的阴影在这边，这个角度是指尖非常平衡，让树在中间。好，再来拍一张好了。我现在我刚把构图稍微调整，从斜的让这边的树的阴影可以从这边过来这边，这样就有这种比较平衡，这就比较平衡。那我现在是 ISO 100 F8 1/60，我刚好拍一张就是在正中间的，但我觉得这个没有把它放在旁边让阴影出来那么好，就是这样比较漂亮。刚刚拍那些应该都是很经典标志的位置吧，因为大家都不能站进去里面，所以所有人的角度都一样，只差在天气的差别而已，就差在是有下雪，然后前面农田它是绿地，还是它是被雪覆盖，或者是它是新播种。是夏天嘛，那其实我没有非常确定它现在种的是什么，但是绿油油的一片，然后后面配上蓝天，其实也别有一番风采啊。其实后面有云海，但那时候光线不够强烈，所以我等一下回去再看一下，会不会好一些。就使用一样的构图，然后在一早的时候是圣莲峰那边的日出，还有云海。更早的时候有鸟飞过来。好，回去看一下。
西下来感觉更棒吧。这个脚架真的是，你说它有多晃，它就有多晃。真的是扭来扭去，扭来扭去的。但也是看，只能这样子了。你看，给你看一下有多扯。它的画面就这样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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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扭的，不知道扭多久天哪！它现在还在扭，不等它定下来，我是没办法按下快门。我的新策略，我直接蹲在地上，这个绝对会比刚刚架在空中来的好很多了。是说，我觉得不知道这荧幕看不看得到，它还是扭来扭去、扭来扭去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唯一的解就是我把 ISO 开到400，那我的快门速度可以来到1/2。我现在焦距是300，所以照理来说安全一点是要600啊。那我现在已经放在脚架上了，我就勉强了。好，我就等这个晃动少一点。好，这没有了，没有风。好 ，OK。其实如果可以停留更久，我觉得应该，终于我用早起换来的空档，在拍完一组又一组的照片后，飞速的流逝，而我也是时候该回民宿准备一天的行程。